你敢相信吗？一个面向全世界无数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和行业专家评选的全球性奖项，最终的获奖者，全世界只有2个人，而其中一位来自新加坡。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这位教授的个人履历有多耀眼，而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现象：为什么全球只有600万人口的新加坡能够持续不断地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才？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和创新成果里，我们都能看到新加坡学者的身影？当很多国家还在努力追赶世界的时候，新加坡已经开始参与定义世界了。林奇宝教授获得2025全球 WELL 年度教育家大奖，背后揭示的恰恰是新加坡打造世界级人才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仅有2人获奖的故事切入，看懂新加坡真正厉害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奖到底有多重磅。获奖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奇宝教授，颁奖机构是国际 WELL 建筑研究院，这是目前全球健康建筑和健康空间标准里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他们制定的 WELL 标准早就成了国际建筑、房地产以及企业办公空间的重要认证体系。更关键的信息是，2025年全球 WELL 年度教育家奖，全世界只有2位获奖者。颁奖的时候，亚太区负责人特别提到，这是他们的最高荣誉之一。问题来了，全球有上万所大学，几百万的研究人员，为什么最终进入全球前2的是来自新加坡的教授？答案很核心，因为林奇宝教授做的不是停留在象牙塔里的普通教学，他推动的是从科研到产业，从课堂到国际标准，再从学术成果到现实应用的完整闭环。换句话说，世界级大奖认可的从来不是一个学者的论文数量，而是一个人真正改变行业的能力。这种把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恰恰是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最看重的培养方向。那么，这种能力最终会导向哪里？很多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但新加坡培养的是能够参与制定规则的人才，这是2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过去几十年，亚洲很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学习欧美标准，追赶现有的体系，去适应已经定好的国际规则。但今天的新加坡正在做另一件事，主动参与规则的制定。林奇宝教授长期推动健康建筑、绿色建筑以及 WELL 体系的教育传播，他的影响力早就走出了校园。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当一个国家的人才开始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别人要开始学习你的知识，采用你的体系，按照你的标准去建设未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能看到新加坡在不断布局各个前沿领域的标准， AI 治理框架、绿色金融标准、碳交易体系、智慧城市治理，还有数字经济规则。因为新加坡非常清楚，对于一个资源极度有限的小国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从来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规则影响力。而顶尖人才就是承载这种影响力最重要的载体。不过，为什么这些世界级的人才总能在新加坡破土而出？很多人觉得新加坡成功是因为教育质量好，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加坡建立了一套极其完整的人才放大系统。林奇宝教授的职业轨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切面。他拥有国际顶尖的学术背景，长期在新加坡发展，持续做跨学科研究，同时深度参与了大量真实的项目实践。这里面运行着一个标准的新加坡模式：人才、大学、产业、政府4个系统同频共振。在很多地方，教授的任务就是教学发论文，企业只管赚钱，政府负责出台政策，这几者之间的交集往往很有限。但在新加坡，大学教授会直接参与国家层面的规划，企业会带着资金和需求进入科研项目，政府则大方地提供城市级的实验场景，让科研成果能以最快的速度落地。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高效的循环：研究发现问题，产业验证方案，政府提供场景，最后推向国际市场扩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国际学者来到新加坡之后，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会被迅速放大，因为在这里，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身处一个完整且高效运转的生态系统里，而这个系统正瞄准着未来最重要的领域。现在大家都在关注 AI， 关注芯片，关注机器人，但林奇宝教授获奖背后的这条赛道，同样决定着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就是健康建筑、健康城市和未来人居环境。疫情之后，全球的职场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企业开始前所未有的重视空气质量、室内环境、员工的心理福祉以及可持续的办公空间。林奇宝教授长期推动的 WELL 理念，正好切中了这个时代趋势的核心。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他的推动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SDE 4大楼不仅成了新加坡首个获得 WELL 认证的建筑，也是全球首个获得这项认证的大学建筑。后来，它又成了全球率先拿到 WELL 健康安全评级的教育设施之一。这说明了什么？当很多国家还在纸面上研究未来的时候，新加坡已经直接把未来建出来了。当很多地方还在争论标准细节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标准的实践场。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喜欢把新加坡看作未来城市的实验室。在这里，未来生活不是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过去这几年，新加坡频繁地出现在类似的新闻里，世界级科学家落户，国际大奖获得者增加，顶尖大学排名持续靠前，创新指数长期领跑， AI 人才不断流入。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底层逻辑：新加坡正在完成一次国家级的系统升级。过去的新加坡靠的是优越的港口，靠的是贸易，靠的是金融枢纽的地位，但未来的新加坡靠的是人才，靠的是知识产权，靠的是创新能力，以及在国际规则上的话语权。对于一个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国家来说，人才从来都不是发展的要素之一，而是最根本的发展资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科研投入在持续增加，国际人才政策保持开放，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动作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把新加坡打造成全球知识生产的中心之一。而林奇宝教授这次拿下的全球大奖，正是这项长期战略进入收获期的一个生动缩影。很多人都在探讨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有人归功于地理位置，有人说是制度设计，也有人认为是金融优势。但从林奇宝教授的获奖经历来看，答案或许更加纯粹，因为新加坡始终在坚持做一件长期且困难的事，培养能够影响世界的人。当一个国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出世界级的教授、世界级的研究成果、世界级的标准和解决方案时，它收获的就绝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增长，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影响力。全球只有2位获奖者，新加坡稳占一席，这表面上看是一位学者的个人荣耀，但它的底色是一个国家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才战略正在开花结果。那么，你认为新加坡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地方是什么？是它的教育体系、人才政策，还是那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全球标准的能力？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见。